我是个孤儿，和赵林结婚2年还没有孩子。检查结果，她有弱精症，通过自然怀孕的几率非常低。我为她做试管，前前后后挨了多少针？可在我怀孕6个月时，她却出轨了我的闺蜜，还怀了孩子。她说她不能没有那个孩子，她说她还爱我。为了求我原谅，她带我上山旅游。闺蜜一个电话，她又抛下了我。心灰意冷后，我独自下山，却失足坠崖。寒夜里，寂静的山脚下，我看着腿间的血一直流，看着自己的生命一点点消散，怎么也抓不住。重生后，我回到了准备做试管的前1月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看着眼前的试管知情同意书，我愣了好久。赵林着急地唤我：“老婆，签字啊！”“签？我签你妹！你跟外面的女人生吧！”我一巴掌打在他脸上。赵林捂着脸，神色异常。对面的医生一脸八卦地看着我们。不管周围人的指指点点，我起身就走。出了医院的大门，赵林终于追上了我。他拉着我的手，一脸担忧：“老婆，你怎么了？不是说好做试管了吗？”他担心又温和的样子演得真像。如果还在上一世，我一定一脸娇羞地钻进他怀里。可我重生了。我甩开他的手，冷冷道：“赵林，我们离婚吧。”他追着我，着急忙慌地询问着我，甚至还有点卑微。他真的很想要一个孩子。如果他知道几个月后任月能为他怀上，他还会这样吗？见我不理他，他又急促地解释：“我和任月没什么的，是他勾我。”呵，原来他们这时候就勾搭上了。上一世，他们是在我怀孕4个月时勾搭上的。刚才我刚重生，因为愤怒脱口而出，没想到还真炸出来了。现在我多看他一眼都觉得恶心。我随便找了个理由支开了他，然后拦了辆车，飞快地离开这里。家里婆婆正坐在沙发上边看电视边嗑瓜子，见我回来，她笑意盈盈地迎了上来：“西西呀，医院那边都办妥了吗？”看着她一脸关怀的样子，不由得觉得陌生。前世，她只有在我刚来这个家的前2个月是对我还不错的。因在福利院长大，我从小没有感受过家庭的温暖，所以当我遇到赵林后便深陷其中。那时候赵林说家里不是很富裕，拿不出彩礼。我想我没有父母，也不需要彩礼。于是大学一毕业，我带着在上学时挣的3万块钱嫁给了赵林。起初他们还是对我很好的，我也有一份不错的工作。后来因我公司搬迁，离家太远，赵林便劝我辞职做全职太太。那时赵林的事业越来越好，也不需要我在外挣钱。我听了他的话，专心做他的贤内助。家里的家务活我全都包揽了，侍奉公婆，照顾老公，我可以说做得很好。他常说他的同事都羡慕他。可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，婆婆对我越来越挑剔。后来我才知道，她是嫌我结婚1年半还没怀孕。是啊，人家是独子，是我没用。那时候我的想法就这么愚蠢。那时候赵林好像也是这样想的。好不容易有的家，我不想失去。后来我去做了检查，没有问题。再后来，我好说歹说，赵林才愿意做检查。有问题的是他，为了他的面子，我说是我的问题。他治了一段时间，无果。他家太想要个孩子继承王位了。半年后，他求我做试管。在我成功怀孕后的第6个月，我曾经福利院的闺蜜找上我。她说她怀了赵林的孩子，自然怀孕。她说有些奇迹只会发生在对的人身上。
可是赵林他会发生奇迹吗？嘻嘻嘻嘻。婆婆在我眼前挥手，拉回了我的思绪。不办了，我要跟你儿子离婚。离婚？你疯了？你下不了蛋，还敢跟我儿子离婚？多亏我儿子对你不离不弃。他终于卸下和善的伪装，换回尖酸的样子。下不了蛋的是你儿子，是你儿子没中。我冷笑一声，将赵林的检查单摔在他身上，而后径直走到卧房，收拾自己的行李。收拾好东西后，赵林回来了，看着他妈双手颤抖地拿着检查单，他怒地将我的皮箱夺过，扔在地上。他含着怒火的眼睛盯着我，西西，你跟妈说什么了？我双手在身前抱着，说了该说的呀，说你没中，说你出轨。啪！一声有力的巴掌落在我脸上。啪！我又快速地回了他一个。婆婆倒是比赵林沉得住气，她现在一定恨透了我，但还是拉住赵林要他给我道歉，要他保证再不出轨。他知道他再找不到比我还听话的儿媳妇了。若我真和他儿子离婚了，别人知道了原因，还有谁愿意替他家传宗接代？他现在有求于我，有求于我的肚子。很快赵林也反应过来了，他开始指天发誓，说他会把外面断干净，说他只爱我。但我心意已决，开始发疯，大喊大叫。他们怕凑热闹的邻居听到，怕人说三道四。想来好笑，前世他可是最喜欢闹得人尽皆知的。有一次我因为帮赵林送文件，午饭做迟了，他就坐在门口数落我的不是，说我故意将他锁在门外，故意饿他和公公。我只是回了句，是您自己忘带钥匙了，实在饿也可以在楼下下碗面吃。只这一句，他便哭天抢地，指着我的鼻子骂我目无尊长，没有家教，说我浪费钱，说我是不会下蛋的母鸡，以至于邻居纷纷来看热闹。也有好心人劝架，说我一个孤女不能太骄纵，要好好道歉，孝顺公婆。是啊，我一个孤女有个家不容易，可他们有把我当成家人吗？见我开始喊叫，婆婆不再赶拦我，只是给赵林使了个眼色。赵林收起我的皮箱，他以为这样我就不会走了。呵，衣服没了就再买，男人坏了就扔掉。这一世我还没有做使馆，我手里还有偶尔帮人做设计的赚的一点钱，5万块也够我租个房子，生活一段时间了。我一身轻松地离开了那个不属于我的家。赵林蔫蔫地跟在我身后，他说要和我好好谈谈。我说那就碧水湖旁的咖啡厅吧。闻言，他漂亮的眼眸一下亮了起来。那是我们第一次约会的地方。看我选了这个地方，他眼中燃起些许希望，而我只是想有始有终。刚一坐下，他就开始细数我们曾经的过往。见我无动于衷，他忽然落了泪。西西，你说过我救了你，你以身相许，你就是我的人，你现在怎么不要我了呢？哈，好深情，没想到他来这招。他是救过我，大2的时候我不慎落水，是路过的赵林救了我。那时候我就对他放心暗许，我觉得这世上终于有个人能保护我了。而且他阳光帅气，温柔体贴，在学校是校草般的人物，以至于后来发现救我的人不是他，我还是对他放心暗许。赵林又接着细数我们的甜蜜过往，我们一起旅游，一起上课，一起看日出日落，一起被困山顶，等待救援，互相安慰。从山上下来，我们在一起了。想到这些过往，我不由得又心中一软。我还是太渴望爱了，所以才会一次次贪恋他巴掌后的枣。但同样是从山上下来，这一次，我想先爱自己。
我看着他，平静地说道：“赵林，我昨天做了一个梦，梦到你在我怀孕后将我一个人丢在山上，我找你的时候掉下山，一尸两命。”赵林拉起我的手，急切地开口，声音温柔：“不会的，西西，我不会这样对你的，我会一直在你身边的。”我抽出手，问他：“昨天晚上你去哪了？”闻言，他身体一怔：“你和他什么时候开始的？”他不说话。我继续道：“梦里，你就是因为他才将我抛下。”“不会的，不会的，西西，我只是看他可怜，我以后再也不见他了。”我无力地笑笑。前世我发现他们奸情的时候，他可不是这样的。那时候，他对着怀孕6个月的我说：“月月和你一样可怜，你有家了，他还没有，而且他有了我的孩子，这是个奇迹。你也不想他的孩子和你一样是个孤儿吧？”他居然用我的身世来刺我。我知道他太需要这个孩子来证明他自己。他说他想给任月一个家，倒是会享其人之福。我喝了一口咖啡，很苦。我说：“赵林，也许他能给你一个奇迹呢。”闻言，他神色有些松动，而后又猛地摇头：“不，我不要什么奇迹，我只要你。”他又要来拉我的手，被我躲开了。“赵林，你知道这2年我在你家过得并不开心吗？我竭尽全力地讨好你们，可是你妈还是对我不满意。是因为我没能生孩子，还是因为我是个孤儿，没有靠山？我知道，对不起，是我对你缺少关心。我会跟我妈说，我会是你的靠山。”原来她都知道啊。可在此之前，她从来没做过什么。后来我们还是不欢而散。我铁了心的要离婚，她铁了心的不肯离。我知道她不肯离婚，还有个原因，怕我分她财产。婚前她真心爱我，写了协议，做了公证，如果离婚，我可以得到她70%的财产。那天之后，我搬去了城东，离他们很远。我不想复仇，也不想再和他们纠缠。重生后，我只想远离泥淖，快点开始我美好的人生。可赵林并不打算放弃，他不知道用了什么方法知道了我的住址，隔三差五的来给我惊喜，要么送花，要么赌咒发誓，要么在我楼下站一整夜。以前我会觉得浪漫，现在我只觉得可笑。我没想到的是，任月居然会来找我，毕竟我还没找他算账呢。一见面，他也不顾虚假的闺蜜情谊了，直接要我离开赵林，别再缠着他。我笑了，是他缠着我。任月哭着对我说：“那你可以走啊，离开这里。西西，我好不容易有了一个家，你能别破坏吗？”哈，我觉得好笑，这话是该从你嘴里说出来的。任月撇撇嘴，反正你也不能为他生孩子，你该有自知之明，早点退出。我大学的时候就喜欢他了，前不久他终于给了我回应，你能不能成全我们？哦，原来你这么早就觊觎了呀。我耸耸肩，好啊，那你劝劝他，我最近在和他离婚，他可一直缠着我呢。他气得脸色通红。我又道，但我们离婚，我还可以得到他大部分财产呢。现在你还想不想我们离呢？婚前协议的事，我和任月说过。这时候他又被迫想起，更气了。原本通红的脸，现在惨白。但不得不说，任月倒给我提供了一个好方法。我离开了苏城，去到隔壁的海城。在离开前，我找了一个最擅长打离婚官司的律师。新的城市，新的生活，一切都朝着美好的方向发展。除了找工作，在海城这样的大城市，本就人才济济。原本就只有半年工作经验，再加上2年没有工作，我在这里吃尽了闭门羹。
半个月后，一再自降薪资后，我终于找到了一份工作。这是一家正在上升期的设计公司，我得以在里面打下手，干杂活。接触到的第一个案子是一家高端会所的设计。我虽只是个往返于甲方和我们公司的跑腿，但也提过不少有用的建议。看着我的手绘涂鸦，总经理安迪说我很有设计天分。他举荐我去了专门做内部设计的 B 组做助理。得到了这次珍贵的机会，我更加努力勤奋，常常是公司最后一个走的。某日灵感闪现，我刷画出4、5个方案。当我满心欢喜地交给组长周姐时，收到的却是一顿劈头盖脸的批评。好吧，我还需要学习。然而周一的项目会议上，我的方案竟得到甲方的点头。哦不，现在是组长的方案。会后，组长把我叫到办公室，对我一番敲打，意在告诉我是他使我的方案得以见天，是他给了我机会。我应该感恩，才有接下来继续跟组的机会。我默不作声地点了点头。当天晚上又加了个大班细化了我的方案。1周后，组长在大会上被总经理批得很惨。彼时他眉飞色舞地讲着他的方案，在大领导提出利润和诸多设计漏洞时，他却说不出来。还记得组长陪笑着，这块是西西算的。转而又对我严肃道：“怎么回事？你算错了。”我站起来，一脸坦诚：“我就是按照组长给我的数据呀。这个设计还是上次您特意熬夜做的，甲方那边很满意的。那天组员们都在的，他们也纷纷点头。”他还想说什么，被总经理打断了话头。“好了，你一个组长出了纰漏还怪新人。”安迪这话虽说的平淡，但我们都知道组长要倒霉了。他哆嗦着坐下来，狠狠瞪着我。会后他喊住我，目眦欲裂地说我故意给他使绊子。我只是故作无辜，周姐，是我不好，我没能珍惜您给的这次机会，我这就去跟经理说，一切都是我的错。他当然不敢让我说什么，只能又瞪我一眼，气呼呼地离开。无所谓，被瞪又不会少块肉。3天后，周姐被降职调走了。同事说安迪早就看他不顺眼了。哦，原来总经理什么都知道啊。我们又换了一个新组长肯卓，是个有涵养的中年男人。至少在他骚扰我之前，在新组长的带领下，我们很快完成了这个案子。我也从助理升级为初级设计师，真是怕什么来什么。在我的新生活刚有好转时，赵林又来了。他好像特意在我公司楼下蹲点似的。从便利店出来，我想回公司再加会儿班。到楼下时，一个人影忽然从阴影中闪身出来。我一个惊吓，手里的草莓牛奶掉在了地上。赵林拉着我的手，絮絮叨叨地说他有多想我。他比前段时间憔悴了很多，但依然光鲜得体。想是来之前特意打扮了一下。不对啊，前世他可没这么粘人。你怎么找来的？我们离婚了，你能不能别缠着我？我毫不客气地甩开他的手，语气冰冷。我不同意，你别想离开我。我错了，西西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滚！他不听我的，直接上手来抱我。还好现在大家都下班了，晚上9点半没什么人，但还是有几个同事在加班的，我不想被人看见。可我怎么也挣脱不开他。拉扯间，他被人踢了一脚，踉跄倒地。他要你滚，没听到吗？来人是我接济过的流浪汉大胡子。刚才看他一个人睡在长椅上，给他买了份便当。真好，做好事当场就有回报了。赵林起身道：“夫妻吵架，关你屁事？我们离婚了，他不是我老公。”我忙道：“
赵林还想说什么，大胡子已经不给他机会了。他拽着赵林衣领，作势要揍他。赵林最在乎自己这张脸了，此时他挣脱了大胡子就往前跑，逃跑中还不忘回头说他还会再来的。我朝大胡子点点头，表示感谢。他却看着我身前的工牌开口道：“西西小姐，感谢我的话，再请我喝杯咖啡吧。”没想到大胡子看上去脏兮兮的，声音却这么年轻，还低沉好听。虽然，但是会不会太自来熟了？见我防备的模样，他笑了，指指喉咙：“刚才的便当太咸。”我和大胡子坐在便利店门口的长椅上，他捧着一杯咖啡，我捧着草莓牛奶。大胡子：“哦，原来是这样啊，那该分。这是个渣男。”这倒不像一个男人说出的话。大胡子：“也不是所有男人都坏，我就是个三观端正的好青年。”我扑哧一声笑了出来，本来以为你30-40岁呢。大胡子咳了2声，现在呢？我眯着眼睛，仔细端详了一番，仔细一瞧，倒也不老，也不丑。我又补充道：“眼眶深邃，鼻梁高挺，就是胡子拉碴。”他被我的话呛了一口，继而笑道：“你也不错，明眸皓齿，伶牙俐嘴。”我听这话不像夸人，忽然对他有了兴趣。我说：“大胡子，说说你的故事。”大胡子，他幽深的眼眸里充满疑问。我讪讪地笑道：“不好意思啊，我不知道你名字。”他回味了一下“大胡子”3个字，也笑了出来。大胡子也不错。顿了顿，他说：“我呀，不想继承万贯家财就出来旅游了，精神不太正常吗？真可怜。”我没再继续问，掏了掏口袋，身上只剩50块零钱，又找便利店收银换了200元现金。大胡子拿着250块钱的时候，有些不高兴，觉得我在骂他。好在地上又发现了一个硬币，我将那1块钱放在他手心。我不是骂你哦，我只是帮你一下，别睡桥洞了，找个旅馆吧。他笑了，谁说我睡桥洞了？算了，谢谢你的好意。如果你前夫再找你麻烦，你就找我。大胡子还真挺爱笑的，傻子就是好，没有烦恼。我也跟着笑笑说好，谁知道流浪汉下一站在哪？我可不指望他。不知道赵林用了什么方法，成为了我们公司的准客户，还点名要我和他对接。一时间公司众说纷纭，同事羡慕地说我被帅气的大老板看上了，马上就要飞上枝头了。谁懂啊，我好不容易才从牢笼飞出。我悄悄和新组长肯卓说了我和赵林的事，希望他能换个人去对接。很显然组长没同意，还觉得这是个好机会，但他也提供了帮助，陪我一起去。组长到底有2把刷子，成功让赵林成了公司的客户。结束后，赵林想拉住我，也巧妙地被组长化解了。一时间，我眼里对他流露出感激。回去的路上，组长心情非常好，加上方才吃饭时喝了些酒，此时他步伐有些飘忽。组长开始说起自己的光辉历史，说到兴起时还拍了一下我。他醉了，应该不是故意的吧？我没说什么，只是默默地同他拉开些距离。不知是不是上次的默不作声，让他以为我默许了他的行为。接下来的日子，他对我的关怀似乎超出了同事间的情谊。在指导我工作的时候，时不时拍拍我的后背，说说段子，甚至在我用鼠标时，直接将手附在我手上。有次我独自加班时，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又折了回来，在画了一张巨大的饼后，他忽然从身后抱住了我，黏腻感让我觉得恶心。
好不容易挣脱了他，他暴怒了：“装什么装？你个离过婚的破鞋，我能看上你是你的福气。好人家女人哪会离婚？你早就在外面搞破鞋了吧？他们能碰，我不能碰。我帅气多金，还很厉害，跟我吧，我会对你好的。”他软硬皆施，喷了一大堆。我气上心头，拿起一旁的电水壶就朝他头砸去。放你妈的屁！我离婚干你屁事！你不知道尊重人，建议你重新投胎再学学。公共厕所的下水道都比你脸干净。你再过来，我就报警，给老子爬！没料到我会如此强悍。他捂着头上的伤口，丢下一句“等着瞧”，就走了。我也没想到我骂人竟这么厉害。前世活得太憋屈，努力成为赵林喜欢的样子，知书达理，温柔可人。重活一次才觉得说脏话可太爽了。拒绝内耗，辱骂他人。第二天，我还没来及向同事诉说我昨晚的遭遇，关于我的谣言已在公司传遍。同事小艾说，公司现在都传我因私生活不检点被老公离婚，还说我勾引好男人肯卓，他为了反抗，额头都受伤了。好吧，我真是气笑了。总经理办公室，安迪看完监控里我大骂肯卓的画面，按了按紧锁的眉头。我没想到他是这样的人。西西，你受委屈了。好在经理还是明事理的。可是他又说，你放心，公司上层会严厉批评肯卓的。就只是这样。哦，这是公司对你的补偿。说着，他拿出一个厚厚的信封递到我手上，里面是一沓钱。我毫不客气，这是公司的意思。你们就是这么解决的？那我只好报警了。安迪，你在办离婚，扯上这种案子对你没有好处。我倒忘了，那个老色痞一定会告诉他们我在离婚一事。所以你们在威胁我？安迪忽然又对我掏心窝子似的。那的话，西西，我也是女人，我懂名声对一个女人有多重要。不管错的是不是你，可在外人眼里你都有问题。我很看重你的能力，我会帮你在公司澄清你们之间的误会。我真的又被气笑了，哪有什么误会？你也是女人，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？西西，有句话叫识时务者为俊杰，所以你们要包庇他，因为他业务能力强，就要我忍气吞声。安迪没再说什么，他只是要我别那么幼稚。哦，他还说放我几天带薪假，好好休息一下。我知道公司的监控我肯定是拿不到，骚扰多难定罪啊，而且我一点证据也没有。他们说的不错，我在离婚，沾上这种桃色官司对我没好处。可我既然重生了，当然不会再让自己受一点委屈。我拿了补偿1万块钱，没回去休息，也没做任何解释，就在办公室苟了几天，收集证据。谣言还是越传越盛，不时还有女生向我投来鄙夷的目光，也有个别男性猥琐的邀约。肯卓比以前更得意了，但也跳不了多久了。1周后，我开始向同事解释，开始有轻微自残行为。又过了2天，我报警肯卓造谣，对我造成了精神损害。警方来的时候，包括肯卓以上的高层正在接一个很重要的客户。因我完美的证据和轻度抑郁的鉴定，他当即就被带走调查了。加之肯卓保险柜里搜出的各色女士衣物，这回他死定了。安迪冷眼看着我，知道是我的报复，但也无能为力。第3天，赵林来公司送我一大束花，求我别离婚，求我原谅他。当然，我没有原谅，他也和公司解约了。这是赵林的答应我，离婚前帮我做的最后一件事。
代价是我放弃他的财产，净身出户。他也终于肯放过我。到此公司人财两空，肯卓名誉扫地，同事都觉得我是被骚扰、被造谣的可怜人。肯卓是个衣冠禽兽，赵林是浪子回头的好男人。想来好笑，一个局外人成了唯一的受益者。因舆论的压力，公司开除了肯卓，也劝退了我。这垃圾公司，我早就不想待了。临走前，我又一不小心将安迪和我的谈话录音发给了公司的大喇叭小王。烂摊子，你们慢慢收拾吧。从公司出来的时候，我又见到了大胡子。他比前些天精神了很多，衣服也换成干净的了，只是还胡子拉碴的。我跟他告别，说以后可能见不到了。他笑眯眯地说要请我吃饭，感谢我之前对他的照顾。你哪来的钱？我着实疑惑。我回家族工作了。他说的诚恳。还真是家族，还在梦里。哪里高就？江盛集团。我拍了拍他的肩膀。不错不错，有进步。有手有脚就是要自己挣钱啊。那边缺设计师，要不要我推荐你去？不用，我找得到工作，你才刚去要先站稳脚跟。再说你个保安能有多大话语权？保安？他好像想说什么，最后还是笑笑点头，也是，得先站稳脚跟。这大胡子还真是大方，一个月才几个钱，就请我吃人均1500的餐厅。能流浪，到底还是有些特别之处的。我含泪要给他一半的钱，他不肯要，说用了抽中大奖一共才500。我亲眼看着他结账，才放下心来。为了表示感谢，我提议帮他剃胡子，以一个好形象入职。公园里，月光下，我拿着剃刀帮他刮胡子。他惊讶于我的高超技艺，我则摆摆手，小意思，这都是我在孤儿院练出来的。那会儿孤儿院里住着个老爷爷，是前院长。我常闹着要帮他刮胡子，一开始总会弄破皮，他也不怪我。后来越来越熟练，不知不觉的我又同大胡子讲起了我幼年的事。好像见到他，我总有说不完的话，他只是安静地听着，从不打断我。好了，我刮得真帅。他掏出手机照了照，点点头。确实不错，难道不是因为我底子好吗？底子是挺好，看上去年纪比我还小。你几岁？23。好吧，确实比我小。没了胡子的遮挡，他脸部优美的线条裸露出来，仔细瞧着，五官也都散发着诱惑，甚至带着些异域的美。目若寒星，鼻梁高挺，红唇轻提。你笑什么？我问。开心。我没有胡子了，现在我该叫你什么？江玉。你好，我叫江玉。他伸出手，我也伸手握了握。你好，我叫西西。再次找工作，有了工作经验，薪资终于更上一层楼了。但因我之前的举动，在这个行业已小有名气了。我以为很多公司会不敢要我，没想到新公司的老板很欣赏我。他说我们女人就是应该捍卫自己的权利和尊严。他还说 Girls help girls。 是啊，我觉得我的人生越来越美好了。入职没多久，我又回了趟苏城，离婚证迅速办下来了。不过1周人月就在朋友圈炫耀赵林向他求婚了，他还怀了他的崽。我的内心毫无波澜，甚至还有点想笑。人月从小就不是安稳的主，赵林真相信那是奇迹吗？不过这一切都与我无关了，我只需要专注我喜爱的工作。偶尔也会和江玉吐槽公司，约个饭。但我好像一次约也没赴，我总是很忙，总是要加班。
每每在约定的前几天就有班要加，我只能取消。他脾气倒好，只是回我个好字，要我注意身体。我也是怪不好意思的。2个月后，我总算挤出时间了。还是上次那家店，我拿了奖金，这次可以大吃特吃。这一次说什么我也要请客。我点了最贵的自助餐，江玉居然还吃得那么收敛。我恨铁不成钢啊！大胡子，你真的流浪过吗？吃这么斯文干什么？钱都付了，敞开吃啊！我是旅行，不是流浪。他纠正我。好，随便你，反转今天你要敞开吃。说着，我就塞了一大块澳洲和牛到他嘴里。哎，这顿饭没我得亏。江玉个不争气的，上了2天班就装起斯文了。最后还是以我吃到扶墙出门而圆满结束。现在就是后悔，为什么吃那么多，撑得好难受。我叉着腰，江玉扶着我走。不知道的还以为他做好人好事，扶孕妇过马路呢。没想到还真有人这么认为。这个人还是任月。我在路边吐的时候，任月从我身边走过，又退了回来。他叉着腰，以一个极夸张的姿势展示着自己一身大牌，同时打量着我。西西，你怀孕了？啊？不等我惊讶，他又继续说，原来你早绿了赵林。他从哪里得出的结论？我懒得和他争论，起身要走。怎么？丑穷老公不敢示人？他不依不饶的，简直脑子有病。他的话我根本不放在眼里，哪晓得却激起了江玉的胜负欲。他从阴影中抬起头，牵住我的手，宝贝，孕途很难受吧？都怪我不好，别走路了，我们还是坐车吧。说着，他还真拿起电话叫了司机。你疯了？你跟他置什么气？我拽拽江玉的袖子，低声道。他好像没听见似的，继续对我温柔地说，司机一会就来。你发什么癫？你哪来的司机？你自己就是司机吧？任月准备看好戏一般在这等着，我也只能硬着头皮继续吐。5分钟后，果然来了辆迈巴赫。一个身姿挺拔、一身西服的男士下车走了过来，准确地说是走向任月。继续演啊，你司机呢？任月一把挽住眼前男人的胳膊，轻蔑地朝我们翻着白眼。见我们不说话，他又对着我眯眼笑。西西，我找到亲生父母了，这是我哥，亲哥。羡慕吧？你的司机呢？还没来呀？他还不忘揶揄我一把。我懒得理他，他哥哥却开口了。江总，不介意的话，坐我们车吧。江总。我和任月皆瞪大了眼睛看向自己身边的男人。不用，我的车马上就到。你的新妹妹还是缺少些礼貌。江玉冷冷地说。江总说的是。对面的男人似有些惭愧。正说着，一辆劳斯莱斯停在了我们面前。江玉头也不回地拉着我上车，徒留身后破大防的任月，是亲妹妹，不是新妹妹。这一波属实是装到了。上了车，我还是忍不住问了出来：什么情况？哪找的演员？不对，我反应过来了，你真是霸道总裁呀！现在还只是霸道总经理。他浅浅一笑，这还真不谦虚呀。接下来的20分钟，他对之前没告诉我实情表示抱歉。我说，其实你不必抱歉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，再说是我自己误会了，你别怪我就好了。他还给我讲了自己从国外大学毕业后到骑行游历，再到回来接手家业。他说他能回来，多亏了我的开导。我表示疑惑，我可不记得我开导过你呀。总之，因为你的话，我才想承担起家族的责任，我想变得更好。
不错不错，没想到我还有这么大作用呢。我满意的点点头，但我总觉得这霸总看我的眼神好像有点不对劲。没想到任月还真是执着，竟还跑我公司点名要我接他的项目。这有提成的好事，我怎么能拒绝呢？我现在真有点怀疑他暗恋我，不然怎么一直追着我不放呢？他的炫耀和侮辱对我来说就是一阵风。如此2次，他在我这讨不到好处，便不再来了。我也终于遇到了个正常的客户。新的对接人是他的亲生哥哥，谢明倒是个谦逊温和的人，很难想象他们是亲兄妹。他对我的设计很满意，我们的合作很顺利。他和我一见如故，我们总有说不完的话。他说以我的能力完全可以自己创业。他还说要不是已经找到了任月，真怀疑我才是他妹妹。我只觉得他是商业吹捧。当他得知我和任月一样曾是孤儿院朋友时，他的眼里有些我看不懂的情绪。和谢明吃完饭出门时遇到了江玉，他俩互相打了招呼，但江玉好像一脸不高兴的样子，说有事要和我谈谈。坐在宽敞的豪车后座上，他小心翼翼地问我怎么和谢明这么熟了。客户，我答。他一脸担忧，他现在是任月的哥哥，他有没有把你怎么样？没有。江玉，你现在在公司怎么样？站稳脚跟没？还行。怎么了？要投奔我？他说这话时面上很平静，但听得出来语气很是雀跃。那你应该把心思放在你的公司和工作上，而不是我身上。说这话时，我看到他的脸一点点冷了下来。自从上次他的身份被揭开，江玉就对我越来越殷勤和关心。我结过婚，小男生的心思一看就明白，我必须在他陷入之前给他当头一棒。倒不是觉得自己配不上单身多金的大帅哥，而是姐姐现在想独美，感情什么的只会影响我挣钱的速度。江玉是聪明人，他知道我说这话的意思，但他还是做了最后的挣扎。我想保护你，年轻就是好啊，勇敢无畏。我笑着揉了揉他的头发，姐姐不需要，姐姐可以保护自己。那日后，江玉没再找过我。半年后，听说他升职了，已经成为江胜的2把手了。这期间，我身边也发生了很多事，多得令我觉得不真实。原来任月是冒充的，他不是谢家失散的孩子，我才是。谢明来告诉我时，我还以为他在捉弄我，直到我亲眼看着亲子鉴定的报告，才真正相信。话说，你们之前没做鉴定吗？谢明说，第1次的报告被赵林动了手脚，这一次是他们派人全程监视的。对了，赵林在帮任月作假后，就被任月给踢了。为了他肚子里赵家的孩子，他才一直忍着。后来赵林得知任月偷偷把肚子里的孩子拿了，气疯了，全给抖出去了。他自己也因造假诈骗进去了。更讽刺的是，那孩子压根不是他的。赵林在警局里得知这件事的时候，疯了一样嚎啕大哭。那任月呢？我问。不知道，我们也在找他，竟敢骗我们谢家。妹妹放心，你们的事我已经知道了，我一定会帮你出这口气。我笑了，第1次感受到有哥哥的依靠，感觉还不错。末了谢明又说，我知道寻回亲生父母于你而言是锦上添花，而非雪中送炭。在你最痛苦绝望时，我们没能在你身边，往后余生哥哥会一直爱护你。这个哥哥确实不错，因为上次认亲的乌龙，谢家觉得有愧于我。这次的认亲，他们决定要极其高调地向大家宣布我的归来。在我一再要求下，他们才同意不登报、不满热搜、
不铺张大办，只寻个小厅宴请一下亲友。即使这样，他们还是办了50桌。谢明说，正好那天是我的生日。原来我是深秋出生的，一直以来我还以为我是春天生的。时隔半年，再见到江玉时，他成熟了很多，笔挺的西装衬得他身姿更加挺拔，凌厉的五官在人群中还是会让人一眼就注意到他。做了副总就是不一样，他远远地举着酒杯朝我致意，摇身一变成为千金，我还真有些不习惯。敬完一圈酒，我借去洗手间的空档，终于呼吸了新鲜空气。往回走的时候，突然一只瘦弱的手紧紧抓住我，将我朝无人的楼梯间拖。我看清了凌乱头发下的长相。任月，你个贱人，你害苦了我，去死吧！说着，他就掏出刀向我刺来。自从上次被骚扰后，我就学了泰拳。现在这送上门的靶子，我只好笑纳了。等谢明和江玉赶来时，任月已被我制服，缩在角落一动不动。很快警方来了，监控也清晰。他故意伤人的罪可跑不了了。人群散去后，江玉不知道什么时候走到我身后。看来你的确不需要旁人保护。那是当然。我转身朝他笑笑。那姐姐能保护我吗？他说得极为小心，末了又补充道：我现在在家族已经站稳脚跟了。我说：那你就更不需要我的保护了。他有些沮丧，小声说：你知道，我不是那意思。你知道，我就是那意思。又一次的拒绝对江玉打击不小。听谢明说，他消沉了很长一段时间。谢明问我为什么不接受江玉，我笑了笑，用极轻松的语气说：现在好像有点不相信爱情了。他看着我，面露心疼，无奈地揉揉我的头发。嘻嘻，慢慢来，哥哥永远会站在你这边的。有哥哥真好。在谢明的建议和我的期望下，父母终于松口同意让我出国学习2年。出国学习是我从小就有的梦想，因为没有金钱的支持，一直没能实现。如今有了家庭的支持，我终于能实现自己的梦想了。爸爸一直怪谢明提出这样的建议，他说好不容易才找到我，现在又要分开。我说是我的主意，他才作罢。但妈妈还是追着谢明骂了半个多月，骂得他不愿回家。怕爸妈担心，我每天都和他们视频通话报平安。这才是家庭啊，被亲情包裹好温暖。上完1学期，我才发现原来爸妈每隔1个月就偷偷过来看看我，但又怕我觉得不自在，一直不敢告诉我。我真是哭笑不得。新学期开始，我拉着他们和我住了2个月。这2个月，我终于感受到高中同学的甜蜜烦恼了。那是我从未感受过的温暖和亲情。妈妈每天喊我起床，爸爸则帮我准备好早餐。出门前还不忘提醒我路上慢点。放学回来，桌上是可口的饭菜。明明已经27岁了，我还被宠得像17岁。这2个月好像弥补了一些我童年的缺憾。到了第3个月，我实在怀念一个人的时光了。爸妈也看出来了，寻了个理由回国了。2年的时间转瞬而逝。我在1年半时就修完了学分，顺利毕业，剩下的半年用来周游世界。这半年，我和江玉又重新联系上了。时不时的，我会发些旅行的照片给他看，他也会和我讲他身边的事。我发现他就是当年救我的那个人。他说他在我给他刮胡子时就认出我了。视频电话里，我打趣道：那你居然没有要我以身相许呀？他哈哈笑着：我可是正人君子，不会趁人之危的。再说你会吗？说最后一句话时，他语气似有些期望。我想了想，
确实不会因为救命之恩以身相许。话落，他的眼神似乎亮了亮。那就是说，会因为别的以身相许？这霸总什么脑回路？这句话还能怎么理解？回国时，我在机场遇到了一对小情侣，他们如胶似漆的甜蜜模样，确实有些羡煞旁人。春天来了，我好像有点想恋爱了。我转过身，正好看到江玉捧着一束鲜花来接机。我快步朝他走去，这要巧，在等女朋友啊。他原本沉静的眸子忽然亮了起来，里面装满了星星。江玉一脸惊喜，而后小心翼翼地牵起我的手。我反手紧握住他的手，提在半空。还是说我认错人了？江总。闻言，他笑出了声，一把将我拥进怀里。没认错，我的女朋友。谢家父母和哥哥得知我和江玉恋爱后都很高兴，他们说我终于摆脱过去，能够重新爱人了。高兴之余，谢明还约了江玉。面对比谢家富有很多倍的江家，谢明也从未生怯。他对江玉说：“你要是敢对不起西西，我们谢家就算拼上全部身家都不会让你好过。”这话是江玉告诉我的。我觉得哥哥真是疯了，我才和江玉谈了1个月，他就找人说这样的话，甚至还有点中二。万一是我对不起他呢？江玉好像看出了我心思一般，巴巴地问我：“西西，你不会不要我吧？”我笑着摸摸他的头，暂时不会。我又问他：“你怎么跟我哥说的？”江玉学着当时的模样道：“谢明，你妹妹可练过泰拳，谁敢对不起她？”话落，我娇羞地揍了他一拳，一不小心力度大了，他猛地咳了2声。我忙上前查看，他却一把搂住我的腰。“西西，我不会对不起你，不会背叛你，不会离开你，更不会阻碍你。我会一直在你身边，支持你的每一个决定。我会一直爱你。”突如其来的深情告白将我打得一脸懵。既然再次爱人，我就不怕背叛和离开了。如今的我已不似从前，我是一个不用依靠任何人的独立女人。我还有家，有爸爸妈妈，有哥哥，有江玉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希望能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